从14岁演到60多岁，要一辈子保持那个对情绪的新鲜感。我是 INTP， 去尝试一下我们的川菜吧，非常好吃，行吗？美丽源自健康 ，HB 健康与美容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奕，在互动影视作品《盛世天下》中饰演武元照。《盛世天下》这个项目也是经过了好多轮的试镜，然后甚至也有请表演老师专门去指导我去试镜那种非常难的情节。最后呢，我也是在另外2个传统电视剧项目的2选1、3选1中，然后我选择了这条新赛道的这个项目，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项目的剧本，还有它的制作团队和导演团队，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潜力的团队，所以真的是很想下定决心的去尝试一下新赛道。哇，我觉得这个角色我在饰演媚娘篇和女帝篇是从14岁演到60多岁，然后呢后期的经历也是非常的复杂，台词量也是非常大，而且每一种选项有不同的反应。我是播音专业的，所以前期呢，比如说在跟别人这个以言语周旋的过程中，也能放大了我这种能言善辩的这种样子。有去看这个历史的书，然后呢也把这个我们盛世天下的剧本看得滚瓜烂熟，甚至也是找了表演老师，因为我会比较担心我那个老年期和后期的那个气场会撑不起来，所以是有做专门的训练，甚至是在拍摄期间我也找了表演老师进组1周来帮我，就是为一些很难的戏份稍微保驾护航一下这样。其实我们这个项目要求我们所有演员的台词节奏都要比传统电视剧更快，所以我说话的话可能会更加的生活化一些，不会是那种有一个明显断句啊或者怎么样。然后肢体的设计的话，就可能前期的话比较随意，但是后期女帝篇我可能那个身材要板正一些，然后是到了那个太后阶段，我可能就稍微沉着稳重舒适一些，就不用这样挺着。反正就是每一个阶段我都做了不同的设计。还是要从人物内心根本的那个心态去转变。比如说前期才任期间，我是对所有事情是天真懵懂的，一步步的去拿捏，包括我想到一些计谋，我也是一步步的去试探自己的计谋能否成功。所以我整个状态是一个向外就是渴求信息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到了中期，就是开始做皇后啊，稍微就是有了权力之后，可能更加的唯我独尊，所以对大家的态度都会稍微霸气一点，因为以前已经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到了最后太后时期，因为一切已经是天下都在我手了，所以我的状态也不需要去硬凹什么霸气，我就是稳重，就是一切的那个肢体啊神态其实都是要根据内心的状态这种非常扎实的转变来随之体现的。其实在我看来都是线性叙事，只不过这个线条增多了而已。因为即使是每一个错误的选择，它都是你不能单只演当下那个错误的状态，你还是得推导他为什么会这样选，你的人物动机是什么，导致你的人物性格是什么，然后选了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剧情，其实都是作为演员嘛，为什么有的演员会写人物小传，他都是会把这些东西填满的。所以对于我来说，只是说多演了很多的支线而已。可能就是我也给自己设计了很多的这种背后的自己去理解的东西，否则演出来就会像纸片人。所以我最近看到一些网友评论说，觉得每一种选项我演的都有当下的感觉，我就非常开心，证明我的努力被大家看见了。家有天成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诠释过的角色类型，她是一个什么都不在乎、倒反天罡的魅惑妖女，然后她的每天的日常就是调戏男主，而且她也是调戏着玩，她也不是说真的爱上了男主。她激发了我性格里面平时不敢跟任何人去展现的一个方面，对我来说很新鲜，然后我自己也很期待能够看到，对，大家可以关注。
我觉得还是要保持自己感知情绪的这个能力，因为我觉得人会成长嘛，人越成长呢，越沉稳越沉着，对于情绪会越来越理性化的去处理。我觉得作为演员要一辈子保持那个对情绪的新鲜感，你要有一颗赤诚的心去面对所有的情绪，而且你要拥抱你所有的敏感悲伤，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因为我天生并不是一个特别爱情绪敏感多疑的人，这个东西是我要一直保持。还有就是一定要就是全情投入到角色中，不要认为可以用自己个人戏外的魅力去盖掉这个角色，给大家呈现最真实的状态。最大的挑战我觉得就是情感吧，因为古装剧呢，它的那个服装和头饰都很厚重，你的肢体语言是比较少的，所有的情感要用眼神、眼睛去体现。古装戏可能都需要你用最真实、最热烈的情感去体现。有的，其实最近我在演《良辰美景》这个项目刚杀青，我遇到了一个问题，然后我还去问了那个 DeepSeek， 问了 AI， 我说如果有一些角色已经和我本人差距比较大，我无法共情的时候，我又无法接受自己不用真实的情感去诠释，我无法接受自己去表演化的去诠释，我说我该怎么办？然后呢 AI 呢他就告诉我，他说你所谓的真实是你个人当下你感受到真实，而对于观众来说，真实是你对角色精确的解读和他该有的状态精准的呈现。就是说演员呢，他不能完全沉浸在自己当下是否认可自己情绪，你还是要全力的去为观众着想，为观众展示最真实的情绪。所以这个是我最近对表演认知上比较大变化的一点，也是分享给大家。哇，我其实是一个 T 人，我的负面情绪不是很多，我会觉得说能改变的事情我就想办法去改变，对于不能改变的事情我通通不在意。就比如说有人网上也会说觉得我长得不好看，或者长得怎么样，我就会觉得这种就是我无法改变的事儿，因为我生下来就长成这样，你觉得不好看我也没办法。然后能去调整吗？如果现在不能，那就不要在意这个。我对所有事情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去看待的。我觉得要分阶段吧，比如说小何他天真烂漫的一段那种样子也是我身上有的，然后呢家有天成里面那种呢其实我身上也有的，然后呢盛世天下武元照这个角色他在后期那种非常独立非常狠心的状态也是我对自己有的。我觉得每个角色身上都有我的侧面吧，不能都说是全部像的。感兴趣的点你一直有在看一些书吧？我最近呢，因为我特别想去知道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那个情商还有那个情绪感知力更高，因为我是一个 T 人嘛，然后我知道自己的某些方面很弱，我真的有在科普怎么样去提高这些方面，因为我觉得这些也是一种能给别人带来温暖的东西。还有什么让我想想，我平时的注意力太杂了，我就全部都忘了。想到了再跟大家说吧。我是 INTP， 3个词形容自己啊，活人 V 死，然后还有那个深藏不露，怎么感觉都在夸自己呢？还有这个就是可爱吧，行吗？身体状态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是开心最重要，因为我觉得很多的疾病还有很多的不管是突然变长胖啊，还是说各种状态都是来自于心情上的压力，所以大家一切事情还是要以开心为主。在我这里边就是最在乎的是自己的心情，完全在床上度过，因为 INTP 是床奴，我会在床上就是线上对我所有的工作，然后除了起来吃饭以外，我就不会离开床上。如果大家去成都的话，一定要多尝试一下我们的川菜，非常好吃。如果你不能吃辣的话，你就拿那个水蘸一下哈。好的。
恢复元气的食物啊，想吃什么吃什么吧。有时候会特别想吃甜的，然后有时候特别想吃辣的。我从高中的时候吧，但高中那个时候没钱，反正就用保湿的产品。刚上大学，刚挣了第一笔兼职，就去买了那种什么轻熟抗衰。那个时候年龄还很小，就已经开始用这些护肤品了。我的心得就是根据自己的肤质吧，然后选择最合适的产品，而且我隔一段时间我会换产品，我会觉得同一种产品用太久了会产生抗体，这是我的不知道哪来的想法，然后我会换一换。妆容方面，我觉得眼妆我是最在乎的，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然后我可能会更关注这个妆容对于五官改变的一些小技巧，比如说现在不是很多人把那个嘴唇的形状给画出去吗？然后可以有的人是画那个两边，有的人是画唇峰，就是都有一些小技巧可以改变你的气质，这些方面我会比较关注。香水啊，就是闻我自己喜欢的就我不喜欢那种过于甜美或者过于就是什么，比如说有一些果味的香水，就非常能让人觉得这个人年龄感很小，或者是甜美的香水，让觉得我就不喜欢这种非常明确的香水，我喜欢那种复杂一点，能让人品一品的那种味道。养生的话，我会经常做按摩，然后做拉伸，就包括我小腿嘛，然后还有这个斜方肌，我都会经常拉伸，然后来保持它一个形态。除此之外，就是吃，我那个3餐时间非常准确。我觉得隔一段时间要去给自己放假，要去给自己心里填充新的东西。比如说我每年我都会去潜水，我就会觉得非常幸福，内心的所有的东西都好像被清空了一样。大家也是可以经常的给自己放个假。我觉得爱自己其实是要经历很多的磨难的，就是你要从很多不爱自己、没有那么爱自己的失败经历中学会如何更爱自己。但是我觉得大家都要去不断成长，相信自己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能够做到去坚定的爱自己的这么一个人。而且我觉得爱自己可能会同时也会面临着一些孤独和割舍，但是我觉得只要你认为你有一天是坚定的爱自己的，你随之而来也会有一种轻松。